Drop the curtain！ 不用电还让乐高动起来，那就只能用水了。姐姐组看着鱼缸，思来想去，决定做一条美人鱼。你们忘了上次的妹子组是怎么量的了吗？这俩姐姐之前做静态的场景，再一句都表现出了惊人的实力，但在这个即将进入半决赛的时刻，她们竟然尝试做从来没做过的人物。美人鱼啊！但如果下水时人鱼的头发能飘上去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他们不断调整模型，最后人鱼和美总算有了点关系。 Let's send her home. She's heavy. 模型重心没稳住，差点翻车。美人鱼的头发像美杜莎一样飘散在水里，加上黑色的三叉戟和节目组的魔鬼打光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美人鱼后面的海藻鳞没有固定好，直接断裂浮在了水面上。故事匮乏，下水失误，模型又在其他组的衬托下显得平平无奇。姐姐组这一次是真的要被送回家了。除去上次直接保送的金砖组，和上学时念成绩一样，评委将一个个叫出其他参加半决赛的队伍。 Trent and Josh. All right. Jackson and Alex. Tim and Danny. 最后剩下的姐姐组只能默认被淘汰回家了。这辆哈雷摩托是评委乐高大师亲自操刀，用了7万多块乐高，9个人花了135个小时才搭完，甚至连刹车杆都能动。 The suspension and the engine on this. Oh God! Oh no! 其实这辆哈雷里面藏满了零件。今天的搭建主题不限，但唯一能用的砖块就是地上的这些。 5 minutes of frenzied Lego snatching. Time starts now. 一片混乱中，长发老哥的手速却遭到了金砖组的控诉。 Hey, I was scooping up. Alex swooped my scoop. I was mid scoop, and he swooped like a seagull with a chip, and just with his bucket and just totally cleaned me out. I'm like, that's it. Now it's on. 就在他们差点打起来的时候，比赛终于正式开始。翻了翻抢到的零件，除了普通砖块，还有蛇、蝎子、武器等等。长发老哥俩灵感碰撞了一下，想出一个绝妙的点子，做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2D 平台跳跃游戏。利用这些散装乐高，长发老哥搭出了一段完整的游戏关卡，两边还做了生命值和积分的显示。游戏一开始是透明砖做出的悬空平台，中间设置各种陷阱，越往后难度越高，直到打败最终 BOSS， 拿到宝藏2杯金香蕉，甚至还用剩余零件做了一个游戏手柄出来。 The only thing I'd say is it could have done a fair bit more above things like clouds or have some monste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. Yeah. This. Oh God! 这次的比赛不限主题，但只能用哈雷里摔碎的散装零件来搭建。在选手们激烈的抢夺后，主持人利用剩下的砖块搭出了一个 Dogs, not just the hands, but the feet. No, don't film me. Film the. Everyone wants to see the dog hand foot man. Yeah. I think Hamish Blake, you're in danger of elimination today. 金发组前面每一期都坚持做人物，这期零件局限的情况下，他们竟然也想挑战人物。金发组拿到的黄色零件比较多，所以准备做一个为了偷鸡蛋而 cosplay 成小鸡的男人。实话说，以这些抢到的散装零件，根本不够做成一张脸，更别说神态表达了。于是他们找到本场比赛抢到最多零件的金砖组。I'm desperate for skin tone pieces. Brick bartering. Brick bartering is a whole new thing, and we are at the top of that chain. 有了肤色零件，人脸专业户的他们终于可以发挥起来了。最后竟然用这么几个零件就拼出了一张邪恶猥琐的脸，堪称绝妙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的下巴使用了人仔的手来固定热狗零件，当做嘴唇。其余的黄色零件做成了2只小鸡和鸡窝。明亮的颜色和投机人阴郁的表情形成对比。金发组在做人物上确实是永远的神。 Well done. Congratulations. 在这一场激烈的零件抢夺战中，金砖组以极其霸道的手速，成为了拥有最多零件的桌子。他们计划搭一个守护神庙的牛头人对抗探险家的故事。人类探险家们想要玛雅神庙里的宝藏，守护神庙的牛头人愤怒地驱赶他们。这牛头人长得有点散装啊，因为零件紧缺，他们用人仔的下半身来做牛头人的手。但同样色系的砖块，还是长发老哥的打怪游戏做得更好。夫妻组这边和金发组一样，也拿到了很多红黄色的零件。他们决定做一只从火山口飞出的凤凰，用香蕉作为爪子。这个凤凰和其他组比起来，就显得有点小儿科了，有纯堆砖嫌疑，整体太像素化了。看了一圈过后，评委把最后的冠军给了偷鸡人这个作品。评委一直都稍微偏爱这组，但这次也算实至名归了。所以金发组他们将拿到半决赛的巨大优势，给其他组指定题目。 This is fun, right? This is real reality TV. Oh my gosh.